如果我要给一个年轻人关于如何成功的建议，我会告诉他，选择一对好父母，并在俄亥俄州开始人生。一个人所需要的所有金钱，只需足够避免成为他人的负担即可。鸟儿不会在平静中翱翔。我们从磨难中学到很多东西，逆境使我们的心灵更美好。希望能够长时间坚持解决问题并真正学到东西的人，绝对不能冒险。粗心大意和过度自信通常比故意接受的风险更危险。没有发动机也可以飞行，但没有知识和技能是不行的。我们几乎等不及早上起床了。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相信飞行器的存在，是鼓励我们开始研究的原因之一。飞行的愿望是我们的祖先传给我们的想法，他们羡慕地看着鸟儿在太空中自由翱翔，在无限的空中高速公路上翱翔。我是一个爱好者，但不是一个怪人，因为我对飞行器的正确构造有一些自己的理论。我希望利用所有已知的知识，然后如果可能的话，为未来最终成功的工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我承认1901年我曾对我的兄弟奥维尔说过，人类50年内都不会飞起来。人变得聪明就像人变得富有一样，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储蓄，而不是靠自己的收入。一个只为眼前利益而工作的人只是一个傻瓜。投资劳动的最佳红利总是来自于寻求更多的知识，而不是更多的力量。当你看到这些优美的飞行器从你头顶飞过，甚至可能从你家上空飞过，我想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看到，看看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，飞行器是上帝最仁慈、最珍贵的礼物之一。让他们飞起来的不是运气，而是勤奋和常识。他们把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投入到一个想法中，他们有信念。先经商，后享乐，这就是守护。一个人所需要的所有钱财，只需不成为他人的负担就足够了。他把治疗当作重点。我们敢于希望我们发明的东西能为地球带来持久和平，但我们错了。我们相信上帝是好的，魔鬼是坏的，地狱是热的。我们更相信上帝不希望人类飞起来。遗憾的是，在如今这个很少有人写信或写日记的时代，莱特文集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迥异，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文字在栩栩如生地展现历史方面的巨大价值。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把目光投向太远的未来，我们已经看到了足够的未来，可以肯定它将是宏伟的，只有让我们抓紧时间，开辟道路。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，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？请留言告诉我们，别忘了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会。